年轻英俊的图书管理员亨利拥有一项其他人梦寐以求的超能力，他能够穿越时空，前往过去和未来。不过，亨利并没有为此感到高兴，原因是他既无法控制自己穿越抵达的时间点和空间位置，也不知道穿越成功之后多久才能回到当前的时空。亨利能够确定的是，过度的疲劳、情绪的起伏以及精神上的压力等诸多因素都有可能导致他原地消失，随机穿越到某个过去或未来的时空。更让亨利感到尴尬的是，他的穿越仅限于自己的身体，而身上的衣服和物品都无法跟随他一同穿越。因而，每当在一个陌生的时空惊醒时，亨利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四处乱窜，寻找物体遮挡自己一丝不挂的身体。有时候太过慌乱，难免会就地偷窃别人的衣服救急。为此，亨利无数次被人当成小偷，追得使徒狼奔，狼狈不堪。好在每次穿越的时间一般不会维持太久，少则几分钟，多则几小时或者几天，他就会伴随着一阵天旋地转般的晕厥感，留下一地凌乱的衣服，穿回到原来的时空。这种不受控制的超能力彻底搅乱了亨利原本平静的生活。他不敢接受任何需要稳定出勤的工作，担心自己会在办公室或开会时突然消失，也不敢参加什么社交活动，怕在别人的欢笑中倏地人间蒸发，更不敢和异性交往，因为他无法给对方确切的承诺，也无法保证能在对方面前永远保持体面。无奈之下，亨利找了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，在日复一日的孤独日子里安静地消磨时光。图书馆书架上各式各样的书本成了他最好的慰藉，直到一名女孩的出现，才彻底打破了亨利这种形单影只的单调生活。这天，亨利像往常一样在图书馆上班时，遇到了一名来此看书的年轻女孩。亨利并不认识对方，没想到女孩在见到亨利后，面露惊喜地叫出了他的名字。女孩名叫克莱尔，她声称在小时候见到过亨利。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，克莱尔还向亨利展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日记本，里面详细地记录着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间。那年克莱尔只有6岁，亨利则已36岁。很明显，克莱尔在小时候见到的是穿越回去的亨利。当时家境优渥的克莱尔和父母居住在郊区的一栋豪华庄园内，庄园后面是一片风景宜人的树林。年幼时的克莱尔喜欢独自在小树林里野餐。这天下午，当他照常带着食物和毯子在树林野餐时，偶遇了刚刚穿越而来的亨利。亨利正光着身子躲在树丛里向克莱尔求助。克莱尔赶忙拿起地上的毯子上前递给亨利。亨利在用毯子裹住身体后，才走到克莱尔眼前。他坦诚地告诉克莱尔，自己是一名时间旅行者，刚从未来穿越过来，而在未来的那个世界里，他和克莱尔是非常要好的朋友。克莱尔好奇地询问亨利，自己长大之后是不是很漂亮？亨利毫不犹豫地回答道：“那是当然。”这句简单的赞美之词，立时让小小年纪的克莱尔心花怒放。两人就此打开话匣子，聊得十分投机。临别之前，亨利向克莱尔承诺，如果自己以后还能穿越回来，定会和他在这片树林再相见。此后的岁月里，亨利果然频繁地穿越到克莱尔的身边，出现在对方的童年和青春时期，陪他谈天说地，见证着克莱尔从懵懂的孩童出落成亭亭玉立的少女。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，克莱尔心里渐渐对亨利萌生了异样的情愫。他最后一次见到亨利是在自己18岁的时候。这天穿越回去的亨利脸上爬满着疲惫和憔悴，仿佛遇到了重大的伤心事。可是当克莱尔追问缘由时，亨利却闭口不言，只是面露哀伤地亲吻了他。亨利的这个吻让克莱尔彻底沦陷，还没等他表明心意，亨利就毫无征兆地凭空消失。自此以后再未出现过。此次在图书馆见到亨利，克莱尔觉得对方比穿越时年轻很多。他随后情不自禁地走上前，抚摸着亨利的脸颊，大大方方地袒露了自己对他深藏多年的爱意。尽管此前从未见过克莱尔，亨利对他的亲密举动不仅不反感，反而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。两颗在宇宙中漂流经年的心，在这一刻迅速靠近，最终贴在了一起。克莱尔如同上天赐予亨利的天使，终于让他不必每天再与孤独相伴。在两人交往的3年后，克莱尔向亨利隐晦地表达了结婚的愿望，亨利却为此陷入了犹豫之中。他觉得自己的人生飘忽不定，实在没有信心能给克莱尔安稳的幸福。不过经过一段时间的纠结，亨利最终还是决定向克莱尔求婚。在此之前，他希望将这个消息告诉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
这个人就是亨利去世多年的母亲。亨利8岁的时候，他的母亲死于一场车祸。事发当晚，天下着大雪，母亲驾着车带着亨利在外出回家的路上，因雪天路滑遭遇车祸，亨利的母亲当场身亡。亨利则在车祸发生的前1秒穿越回了2周之前，侥幸逃过一劫。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时空旅行。自此以后，亨利就莫名拥有了这项超能力。他曾无数次穿越回过去，想要阻止造成母亲丧命的车祸发生，结果总是无济于事。亨利慢慢明白过来，自己虽能时空旅行，却无力改变发生过的历史。好在穿越的超能力能让他经常看到母亲活着时的模样。在决定向克莱尔求婚后的一天晚上，亨利又一次如愿穿越回到了母亲活着的时候。他在一列地铁的车厢里见到了正下班回家的母亲。亨利的母亲是一名不太出名的歌手。亨利以歌迷的身份主动上前与母亲搭讪，并告诉对方自己遇上了一名心爱的女孩。这名女孩像是茫茫宇宙中的一根系在他身上的牵引绳，无论他飘向何方，女孩都会将他牵引回家的方向。因而只有和这名女孩在一起，他才会感到安心。亨利母亲虽然不明白眼前的这个自称他歌迷的男子究竟在说些什么，但还是微笑着向其送上了祝福。得到母亲的许可，亨利依依不舍地和母亲道别，然后在下一站走出地铁车厢。他很想跟母亲多待一会儿，却又很害怕自己会在母亲面前突然消失而吓坏母亲。回到自己的时空后，亨利翻出母亲当年留下的戒指，郑重地向克莱尔求婚。克莱尔欣喜若狂，两人经过商量，决定在克莱尔家族的庄园举行婚礼。尽管两人家境悬殊，克莱尔的父母倒是没有嫌弃亨利。克莱尔的父亲酷爱打猎，与亨利初次见面，他便热情地邀请准女婿等到冬天和自己一同前往附近的山上打猎。亨利欣然答应。婚礼当天，亨利显得特别紧张，他担心自己的情绪波动会引发穿越，造成大麻烦，于是提前吃了一片镇静药物，想稳定一下精神。谁知刚吞下药片，亨利就骤然消失，不知穿越去了哪里。眼看婚礼仪式即将开始，新娘克莱尔将面临极为尴尬的局面。危急关头，来自未来的亨利及时穿越到婚礼现场，给克莱尔解了围。当未来亨利穿上新郎礼服，出现在克莱尔和众宾客面前时，宾客们都没有发现异常，唯独克莱尔一眼就认出眼前的这个亨利并不是自己的未婚夫，而是那位多次穿越陪伴着自己从小到大的亨利。不过克莱尔没有感到丝毫的不妥，而是不动声色地和未来亨利完成了一场浪漫的婚礼。婚礼结束之后，未来亨利飘然而去，新郎亨利重新回到了克莱尔身边。在得知未来的自己临时救场，和克莱尔完成了婚礼后，亨利不禁有些吃醋。他庆幸自己在进入洞房之前赶了回来，否则新婚之夜他就将无法体验妻子的温柔。然而令人啼笑皆非的是，亨利正准备和克莱尔行欢时，由于情绪太过激动，他再次经历穿越，来到了一片熟悉的树林。这里正是36岁的亨利和6岁的克莱尔初次见面的地方。此时的克莱尔跟初次与亨利见面时一样，正独自在树林里野餐。亨利赶忙上前，兴奋地将自己刚刚结婚的事告诉了克莱尔，但他没有透露自己迎娶的是长大后的克莱尔。6岁的克莱尔在得知亨利结婚的消息后，显得不太高兴。他气呼呼地表示，真希望自己能成为亨利的妻子。亨利立时被人小鬼大的克莱尔吃醋的模样逗笑。等回到自己的时空，他将此事告诉了妻子克莱尔。克莱尔对此印象深刻，她笑着告诉丈夫，自己当时非常嫉妒亨利的妻子。闲聊中，夫妇俩都对这种奇妙的感受感到既好笑又有趣。结婚后的第2天，亨利和克莱尔就离开庄园，搬进了一套买来的小公寓。克莱尔本以为自己将开启和丈夫甜蜜的2人世界，可是婚后的生活并不如她想象般美好。亨利依旧会不分场合和时间的胡乱穿越，很多时候克莱尔不得不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做家务，一个人睡觉，甚至一个人打工挣钱。结婚后的第1个平安夜，亨利又一次经历了时间旅行，而且这一次他消失了整整2周时间。克莱尔只能在孤独和等待中度过了圣诞节和新年。虽然他知道亨利无法控制自己在何时何地穿越，但这种间歇性的丧偶生活仍让他感到愤怒。等到亨利回来后，克莱尔忍不住与其大吵一架，尽情宣泄着自己的委屈和不满。亨利满心愧疚，却又无法改变现状。为了补偿妻子，他利用一次穿越到未来的机会，记下了一组中奖彩票的号码，
最终在回来后赢得了500万美元的巨款。利用这笔钱，亨利买了一套别墅，这让擅长雕塑的克莱尔自此不必再出门奔波，只要在家工作就行。搬到别墅的当天，克莱尔叫来2位关系要好的朋友，庆祝自己和亨利的乔迁之喜。正当4个人在厨房里有说有笑的一起准备晚餐时，客厅里突然传来一阵男人痛苦的喘息声。克莱尔等4人赶忙走出厨房查看，结果看到从未来穿越而来的亨利腹部中枪躺在地上，看上去已是奄奄一息。就在克莱尔等4人惊恐地准备上前施救时，中枪的未来亨利又消失在了众人面前。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4个人顿时全都失去了庆祝的心情。等2位朋友离开后，克莱尔和亨利不自觉地聊起了死亡的话题。克莱尔这时猛然意识到，自己见过很多次从不同时间节点穿越回来的亨利，但却从未见过亨利40岁以后的模样。一个可怕的猜测在克莱尔的心中悄然形成，难道自己的丈夫活不过40岁吗？当她将这个猜测告诉亨利时，亨利旋即陷入一种巨大的悲伤和恐惧之中。他其实并不是在怕死，他只是担心自己死后就永远不能再陪伴克莱尔。克莱尔被丈夫的真情感动，为了缓解对方的压力，她将自己已经怀孕1个月的喜讯告诉了丈夫。亨利得知这个消息，果然转忧为喜。他觉得就算自己活不过40岁，至少以后还有孩子能代替他陪伴克莱尔。然而命运总是喜欢捉弄人，克莱尔怀孕不到2个月就出现了流产的征兆，最终没能保住肚里的孩子。夫妇俩原本只当这是一次意外，哪知此后的几年时间里，克莱尔接连经历了好几次流产。亨利终于意识到一切都并非意外和巧合，他怀疑克莱尔肚里的胎儿遗传了自己的穿越能力，所以总是会意图离开母体，而导致克莱尔流产。不久，亨利找到一位业内知名的遗传学教授，将自己的种种离奇经历如实相告，希望对方能帮助自己摆脱困境。教授起初以为亨利脑子有毛病，直到他亲眼见到亨利从自己面前消失，才相信了世界上果真有如此匪夷所思的人和事。随后，教授对亨利的身体和大脑进行了细致的检查和观测，他发现亨利在每次穿越之前，大脑神经元都会因异常兴奋而过度放电，这是癫痫病核心的发病机制。简单来说，癫痫患者大多都是因大脑神经元的异常兴奋而过度放电，最终导致短暂性的脑功能障碍。教授据此推测，或许治疗癫痫病的药物对亨利和克莱尔的孩子有保胎的效果。于是在教授的指导下，亨利开始服用抗癫痫的药物。令他感到惊喜的是，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，不仅他的穿越次数在逐渐减少，妻子克莱尔也再次怀孕，并且肚里的胎儿3个多月都非常健康。就在亨利以为一切都在向好的时候，克莱尔再一次没有任何征兆的流产。教授的抗癫痫药物治疗方案宣告失败，此事对夫妇俩的打击极大。最让亨利感到难受的是，由于多次流产，克莱尔的身体已受到严重损伤，倘若再经历一次流产，恐怕以后将永远无法怀孕。亨利不愿让妻子冒风险，便提议领养一个孩子。可是克莱尔始终觉得自己和亨利如此相爱，应该有一个属于2人的亲生骨肉。见妻子固执己见，亨利只好瞒着她偷偷做了结扎手术。手术结束之后，心情沉重的亨利又一次经历了时间旅行，回到了过去，见到了18岁时的克莱尔。克莱尔见亨利脸上爬满着疲惫和憔悴，关切地询问他出了什么事。亨利没敢说出实情，只是忍不住地上前亲吻了克莱尔。穿越结束后，亨利将自己做了结扎手术，以及与18岁的克莱尔相见时的情形如实告诉了妻子。克莱尔在得知情况后无比愤怒，他痛斥亨利是一个自私自利的混蛋。正是亨利在他18岁时的那次主动献吻，才让他彻底沦陷，并下定决心未来要嫁给亨利。克莱尔怎么也没想到，亨利在夺走他的初吻之前，竟然刚刚做过伤害他的事情。在克莱尔看来，亨利当时之所以亲吻他，并不是出于对他情到深处时的不自禁，而是因为伤害过他之后，在寻求自我内心的安慰。面对妻子的指责和质疑，亨利哑口无言，只能转身离开家门，整夜没有回来。当天晚上，克莱尔忽然接到另一个从过去穿越而来的亨利的电话。挂断电话后，克莱尔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他随即驱车来到街边，见到了打电话的亨利。眼前的这个亨利刚刚从婚礼现场穿越而来，显然还没有做过结扎手术。
克莱尔在跟其简单寒暄后，就将其拖入车内，与其发生了一次亲密关系。大约1个月后，克莱尔欣喜地发现自己又一次怀孕。她在纠结良久后，将自己与过去亨利发生关系并怀孕的事悉数告诉了丈夫亨利。亨利听完之后，内心五味杂陈，他既能理解妻子的行为，又很担心对方的身体，当然心头也难免会翻涌酸溜溜的醋意。但是事已至此，亨利目前唯一能做的只有小心翼翼地呵护怀孕的妻子。所幸此后的9个多月时间里，夫妇俩的生活过得风平浪静。亨利没有再经历时间旅行，克莱尔也没有流产。不过随着妻子产期的临近，亨利的精神变得越来越紧张。直到克莱尔临产前1周，他终于因情绪不稳定再次经历穿越。这次亨利来到一家动物园，他先是慌忙溜进动物园工作人员的更衣室，随便找了一套合身的衣服穿上，然后准备离开，像以前无数次穿越一样前去四处溜达，直到穿越结束。这时一名10岁的小女孩叫住了他，亨利一问才知，女孩名叫阿尔巴，是他和克莱尔的女儿。阿尔巴告诉亨利，自己也能穿越时空，而且能够控制穿越抵达的时间点和空间位置。亨利听完阿尔巴的话后，喜不自胜。看来克莱尔不但顺利生产，而且两人的女儿还能自由自在地进行时间旅行。在和阿尔巴临别之前，亨利忍不住询问对方自己会在什么时候死去。这个问题瞬间让阿尔巴的眼眶微红，他哽咽着告诉亨利，自己5岁时亨利就撒手人寰，但他并不知道亨利是因何而死，也不清楚亨利具体的死亡日期。亨利得知自己果然活不过40岁，内心十分沮丧和难过。在和女儿分别回到自己的时空后，为了避免临产的妻子受到打击，他隐瞒了自己不久于人世的实情，只告诉克莱尔，两人很快就会迎来一名健康的女儿。1周之后，克莱尔顺利产下女婴，夫妇俩将其取名阿尔巴。阿尔巴的到来像一道暖光，填满了亨利因时空错乱和克莱尔之间产生的裂痕，也为两人的爱情增添了圆满的注脚。从此这个家里再没有争吵的声音，只有欢乐的笑语。唯一的不足是，幸福的时光总是流逝得太快。转眼间，一家3口就迎来了阿尔巴的5岁生日。生日当天，10岁的阿尔巴从未来穿越过来，将父亲即将离世的消息告诉了5岁时的自己，希望年幼时的自己能珍惜父亲最后的陪伴时光。5岁的阿尔巴闻此噩耗，难过的将这个消息又悄悄告诉了自己的母亲。克莱尔虽然心里早有预感，如今预感被证实，仍让他悲伤到难以呼吸。他和亨利相处多年，早就知道穿越时空并不能改变命运，眼下能够做的似乎只有给亨利更多的温暖。或许是预感到自己大限将至，给女儿过完5岁生日后，亨利的情绪每天起伏不定，时空旅行的次数也变得频繁起来。这天，他穿越来到了一处极寒之地，导致自己的一条腿被冻伤。回来之后，亨利只能经常依靠轮椅代步，可是穿越却并未停止。不久后的一天，他意外穿越到了自己死亡的当晚。这天正是圣诞节，天刚下过一场雪。亨利穿越过来时，正拖着伤腿躺在自家门前的雪地上。当他艰难地爬到窗前时，亲眼见到自己因枪伤不治死在了妻女面前，确定自己即将死在不久之后的圣诞节。亨利决定平静地接受命运的安排。圣诞节当天，他不忍心让妻女单独面对家庭巨变，于是将能邀请到的亲朋好友全都邀来家中做客。在热闹的氛围中，亨利再次穿越，来到一片被冰雪覆盖的树林里。一只野鹿这时正孤独地站在林中，这里是克莱尔父亲常来打猎的地方。巧合的是，克莱尔的父亲此刻正端着猎枪在林中狩猎。只见他远远地瞄准野鹿，而后扣动了扳机，结果子弹刚好击中了瞬时出现的亨利。没等克莱尔的父亲意识到自己误伤了人，亨利就在疼痛中又穿越到了他和克莱尔搬进别墅的当天。在别墅里停留片刻后，他才回到自己的时空，最终死在了妻女和亲朋好友们的面前。亨利的骤然离世令克莱尔痛不欲生，只是他始终都不知道爱人是死于自己父亲的误杀。好在还有女儿阿尔巴日复一日的陪伴在身边，这让克莱尔渐渐从伤痛中挣脱出来。但他对亨利的思念却没有因时间的流逝而淡化，反而像陈年老酒，在心底变得愈发醇厚。多年以后，阿尔巴出落成了一名亭亭玉立的少女。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，她和2个小伙伴来到母亲童年时经常独自野餐的树林里游玩。
恍惚之间，阿尔巴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。在确认对方是从过去穿越而来的亨利后，阿尔巴一头扑进父亲的怀里，并让身边的2个小伙伴赶快去叫来自己的母亲。克莱尔得知消息，匆匆赶来，冲上前抱住尚未离开的亨利，仿佛是在自己的梦里紧紧抓住一位已经逝去的爱人，不想让他再离去。本期的故事来自于2009年上映的好莱坞奇幻爱情悬疑片《时间旅行者的妻子》，改编自一名美国女作家的同名畅销小说。这部小说在2022年又被翻拍成一部迷你剧集，剧中展示的细节内容更多，口碑也相当不错。据说原著的笔触极为细腻动人，很适合女生阅读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找来读一读。另外，大家如果喜欢此类电影，也可以找一些同类型题材的影片看看，比如《触不到的恋人》、《宛如天堂》、《人鬼情未了》、《天使之城》等，都是带有奇幻色彩的高分作品。好啦，今天就到这里吧。喜欢我们节目的小伙伴，别忘了点个关注，让甜橙的声音长期陪伴您洗澡、睡觉、化妆、开车、吃饭、做家务。下期见。